小雪勤奋学习和工作，终于得到汉堡店同事们的认可。在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后，她鼓起勇气约了黑川准备告白。黑川还没到，一直尾随小雪的橙子忽然出现，抢走了她的白手杖。接着黑川发现橙子和小雪在争执，橙子崩溃地对小雪吼道：“你真狡猾，利用残障身份博取同情和爱。”镜头一转，黑川、小雪和橙子在熟悉的咖啡店落座。小雪不准黑川插手，执意自己说服橙子。他把热咖啡杯递到橙子手上，眼见橙子吓得缩回手。小雪认真解释了白手杖的重要性，就像咖啡杯盛住热咖啡一样，少了这一层保护，普通的事情也能变得非常危险。可话虽如此，橙子还是觉得有了白手杖就拥有了被爱和同情的权利。他眼眶发红说道：“我真的很羡慕拿着白手杖的你，哪怕什么都做不好也会被原谅，就算一无所成也会被爱。”对此，小雪心平气和地讲述了自己拿着白手杖时的经历，遭遇嫌弃和嘲笑的她，表达了渴望和真诚的想法，希望能和橙子成为朋友。此刻橙子终于理解了黑川喜欢小雪的原因，这个女孩即便经历嘲讽和挫折，心中依然没有阴霾，只有无限的包容和温暖，哪怕被情敌针对和欺负，她也会笑脸相迎。不久后，橙子和小雪和解了，成了能一起吃巴菲的好朋友。此时黑川脸上也绽放了安心的笑容，他终于从喜欢的人与妹妹之间的争斗中解脱出来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雪把自己亲手炸的薯条递给黑川。虽然经过了那么长时间，薯条已经冰凉，但黑川还是夸张地称赞说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食物。小雪看着黑川傻乎乎的样子，忍不住轻声说出了那句一直压在心里的话：“我喜欢你。”话音刚落，黑川难以置信地给了自己一耳光，确认小雪没说错后，黑川像个孩子似的绕着广场跑，还发出一些兴奋的喊叫。随后黑川对小雪深深鞠了一躬。从那天起，他们成了相互喜欢的情侣。很快到了黑川和小雪的第一次约会，小雪把白手杖完全收了起来，放心的把手递给黑川，两人手牵手逛了水族馆。虽然小雪看不清各种鱼的样子，但黑川夸张的描述总逗得她开怀大笑。回家路上，意犹未尽的小雪邀黑川圣诞节一起去灯光秀。一向积极的黑川却不知为何显得有些兴致缺缺。和小雪道别后，黑川的笑容立刻消失了，整个人笼罩在阴霾中。一次约会时，小雪和黑川无意聊起童年。小雪想多了解黑川，兴奋地不断追问：“你妈妈是怎样的人？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？你很调皮吗？”面对这些问题，黑川不同寻常的用很不耐烦的语气说了句：“别问了，有些事我不想讲。”很少察言观色的小雪没注意到黑川已悄悄红了眼眶，他以为自己无意间打听隐私惹他不快，开始深深自责。黑川回家后找出许久未见的妈妈留下来的箱子，里面封存着他多年不敢面对的痛苦回忆。黑川上小学时，他最爱的妈妈留下一张字条离开了，在平安夜将他抛弃。从那以后，黑川一看到圣诞节相关的活动就感到心痛，他无法不这样想：如果有一天小雪像妈妈那样离开我怎么办？与其承受那种失去的痛苦，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要去爱更好？想到这，黑川对小雪变得冷淡了许多。星期一去学校时，小雪把感情不顺的事情告诉了好友小空和青山。看着他难过的样子，两位好友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帮他和黑川和好如初。周末上班时，同事把确认薯条订单和炸薯条都交给了小雪，然而他需要用注视器才能看清文字，结果积压了很多订单。看到他磨磨蹭蹭的样子，急性子的小野忍不住讽刺道：“你是真看不清楚，还是故意偷懒？反正你工作再差，店长也会原谅你，残障人士就是有特权啊。”小野的话让整个厨房陷入了尴尬。小雪羞得脸像煮熟的虾，不停地向同事们道歉。随后小雪到咖啡店找橙子谈心，她有点失落地对橙子说：“可能你说的对，我真的有些自私，可能我不自觉地拿失明当借口。其实这些天，小雪一直在反思，无论工作还是和黑川交往，她好像一直觉得自己是弱者，
总要求对方无条件让着自己，这才让小野和黑川觉得不爽。橙子鼓励小雪勇敢表达，这样才不容易误会。这一刻，小雪突然明白，是啊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坦诚，与其在这自怨自艾，不如彻底摊开聊。与此同时，小空和青山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黑川工作的地方。不过黑川不在店里，他们只能把想说的话告诉大师，请他转告黑川。这天晚上，大师果然履行诺言，把小雪因黑川态度冷淡而难过的事情告诉了他。黑川明明知道小雪是因为他而受伤，却总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大师忍不住对黑川大吼道：“你赶紧振作起来！和喜欢的人两情相悦真是奇迹，你真打算浪费这奇迹吗？”大师甩下这话就愤怒离开了，只留下黑川一人纠结。第二天早晨，小雪在汉堡店的会议上勇敢地提出建议，她希望订单上的字能放大些，这样她就不需要注视器也能看清字，从而提高工作效率。字体被调整后，小雪的工作果然顺利了许多，订单不再堆积了。而小野惊喜地发现，订单字体变大后，大家出错率反而降低了。这一切都要感谢小雪的建议。工作结束时，小野向小雪道歉，小雪依然笑着原谅了他。此时，黑川终于鼓足勇气，打开那只积满灰尘的箱子。让他惊讶的是，箱子里放着一本厚相册，全是黑川小时候的照片。每张照片里，小小的他都笑得很开心。这一瞬间，充满仇恨的黑川仿佛被治愈了。那时的妈妈一定非常爱自己，才拍下这么多幸福的照片吧。即使后来他抛弃了自己，当时的爱肯定是真实的。下午，小雪约黑川去他们常去的公园。小雪认真地对黑川说：“我之后可能还会问到一些你不愿回答的问题，如果让你不高兴了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但我真的很想了解你更多，因为我真的喜欢你。”面对这样真诚的小雪，黑川决定勇敢揭开心里的伤疤，告诉他自己被母亲抛弃后一直患得患失的事。听到这里，小雪扑进了黑川的怀抱，她认真对黑川说：“我绝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。”话音刚落，黑川紧紧抱住了小雪，他再也不会放开这个像太阳一样温暖的女孩了。在小雪爱的鼓励下，从小被母亲抛弃的黑川终于放下了心结，变得更加自信，和小雪的关系也越来越好。小雪所在的盲人学校即将举办马拉松大赛，黑川主动做了领跑员，每天陪着小雪进行训练。不爱运动的小雪总想偷懒，黑川用他最爱的章鱼烧奖励小雪，鼓励她继续努力训练。黑川每次看小雪吃东西时都会神游天外，恨不得自己变成章鱼烧与小雪嘴唇亲密接触。可惜黑川只是幻想而不行动，明明和小雪已经在一起很久了，但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进展。这天跑步结束后，小雪和黑川来到好友小空练习的公园，恰巧看到小空被自行车绊倒在地。小空的陪跑员是盲校的老师，他不想周末打扰老师，但也不想放弃冠军位置，所以才一个人出来训练。得知绊倒自己的是一辆自行车后，小空的脸色立马变得苍白。无论黑川和小雪怎么问，小空都不肯说自己身上的事。回家的路上，小雪告诉黑川，她很担心小空，因为他们有视觉障碍，经常摔伤，不会因为一两次事故就这么害怕。看着小雪愁眉不展的样子，黑川男友力爆棚，决定找出真相让她安心。第二天下午放学后，黑川带着小雪、小空和青山去常去的咖啡店谈话。原来黑川在询问了附近的不良少年后得知，最近经常有人看到小空被地上的各种障碍物绊倒。再联想到小空前一天异常恐惧的反应，黑川觉得有人故意捉弄小空。当黑川提出要帮忙时，小空冷笑着说：“你凭什么打听我的事？别多管闲事行吗？”他的态度让青山和小雪都很吃惊，他们从未见过温柔开朗的小空如此冷漠无情。最终在小雪的安慰下，小空才吐露心事。社会上有许多恶意满满的人，看到残障人士就莫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常常做出踢掉白手杖或设置障碍物的恶行。性格要强的小空不想输给这种人，他要证明给所有看不起他的人看，即使有视觉障碍也能好好跑步。听到这儿，
黑川急忙解释自己不是这样的人，但小空情绪已经失控，哭着对黑川喊道：“看得见的人都一样，我不需要你虚伪的帮助。”黑川没想到好心被误解成恶意，愤怒地表示再也不插手小空的事了。咖啡店的气氛瞬间冷到极点，小雪夹在闺蜜和男友中间进退两难，只能看着小空哭着跑出咖啡店。晚上，小雪忍不住回想起和小空的点点滴滴。那小空刚刚转学到盲校的时候，对未来感到不安，是小空的温柔缓解了她的焦虑。多亏有小空陪在身边，小雪才敢首次自信地走进汉堡店消费。小空帮了自己那么多，而自己却没帮过他。连着几晚，小雪都熬夜。她为小空精心设计了一条专属路线，决定用小空热爱的跑步来解开她对黑川的心结。另一方面，肉食系的小泉已经对暗恋的大师展开攻势。他每天到大师常去的健身房疯狂训练，只为了能多些时间与大师相处。可惜大师完全没发现小泉对他有感觉，只当她是个热爱运动的女孩。周末早上，小雪把黑川和小空约到了一起，请黑川给小空当领跑员。一开始两人都不愿意答应，机灵的小雪用了激将法逼他们赛跑，激起了两个小孩子的好胜心。黑川和小空沿着小雪定的路线一路狂奔，他们开始时还不停斗嘴，但很快被沿路各种新鲜事物吸引了。为了让黑川和小空重归于好，小雪请钢琴老师在他们路过时弹两人爱的电影主题曲，还安排他们经过一家有名的拉面店。黑川和小空惊讶地发现，他们竟然有很多共同的爱好。途中跑步时，小泉和大师作为志愿者给两人递了补给水。让人奇怪的是，大师看着黑川离开，显得有些失落。再想到大师平时对黑川的各种照顾，难道大师对黑川有特别的感情？看来小泉追黑川的路会很漫长啊。一路上，黑川和小空的配合越来越默契，已经成了一对默契搭档。到了最后一个休息点时，路人友善地把长椅让给了小空。小空因为不想接受他人的帮助，有点犹豫。黑川爽快地对路人说了声谢谢，解了小空的尴尬。休息时，小空和黑川聊起了一路上的见闻，他们这才明白，原来是小雪故意安排这些事拉近他们的距离。得知小雪这么用心，想撮合他们和好，黑川和小空也不好意思再闹别扭了。就在这时，黑川的小弟阿黄和阿绿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他们联合青山抓到了整蛊小空的坏人。黑川急忙带着小空赶到了咖啡厅，在场所有人都怒视着角落里的男人，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是小空的前男友阿拓。黑川质问阿拓为什么要干这种缺德事，没想到阿拓委屈地说道：“都怪小空和我分手，我明明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他却毫不犹豫地跟我分了，我无法接受。”在大家疑惑的目光中，小空终于说出了分手的真正原因。阿拓的确是个温柔体贴的男友，但每次约会时，阿拓总是为小空向别人道歉。阿拓卑微的样子深深刺痛了自尊心强的小空，他忍不住在想，我的存在是不是让周围的人不舒服了？我真的有那么碍事吗？看完小雪和黑川的爱情后，小空终于明白，自己想要的是一个能像对待普通女孩那样尊重她的男友，而不是像阿拓那样把她当累赘照顾。可即使明白了原因，阿拓仍旧不肯罢休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制造障碍有多糟糕。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青山突然大喊：“别闹了，你这混蛋！”接着小雪也愤怒地表达了对阿拓的不满。默人比他们更清楚，在看不到路的情况下，迈步有多恐怖。如果阿拓继续捉弄，小空的梦想可能会因此破灭。之后，阿拓被阿黄等人送去了警局。这时，阿拓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小声地对小空道歉。小空解开心结后，感谢了黑川。他笑着说：“我终于相信，你值得小雪爱。”对黑川来说，这比任何赞美都更重要。他笑得嘴都咧到耳根了。风波平息，大家开心的一起喝下午茶。转眼就到了马拉松那天，尽管小雪拼尽全力，成绩依旧靠后，小空则如愿获得了冠军。比赛结束后，已经和小空成了朋友的黑川，在小雪面前夸奖小空跑得飞快。没想到小雪撇嘴问：“你喜欢跑得快的女生吗？”这时黑川头一回见小雪吃醋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冲动，
轻轻地吻向小雪。这个柔软如羽毛的吻结束后，黑川和小雪都不由得笑了起来。小雪和黑川的感情不断升温，每天都黏在一起，非常甜蜜。有时候黑川对小雪恭敬的过头，让她感觉有些疏远。这天，小雪邀请他和大师来家里参加姐姐小泉的生日派对。三人正忙着布置时，在外地出差的雪霸突然回来了。小雪怕雪霸误会黑川和大师，把他们藏进浴室。没想到雪霸一进门就要洗澡，结果直接看到了2个陌生男子。浴缸里的劲爆画面难上加难。虽然最后误会解开了，派对如期举行，但雪霸对黑川和大师这2个小伙的第一印象差到了极点。当雪霸知道黑川是小雪男友时，脸色更是沉下来。接着黑川和大师拿出了他们一起给小泉的生日礼物。原本暗恋大师的小泉非常高兴，他从礼物袋里拿出一条大红色的男士内裤时，完全愣住了。原来黑川的小弟们听说他要去小雪家做客后，专门为他准备了过夜用具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还自作聪明，在礼物袋里放了瓶过夜必备饮品。雪霸见到这个小子，第一次上门就对女儿心怀不轨，气得烟都冒出来了，故意在派对上忽视黑川。派对结束后，喝醉的雪霸不甘心自己辛苦养大的白菜被黑川这头猪给拱了，故意问了许多关于小雪的问题来考验他。没想到黑川对答如流，反倒是他这个亲爸不知道正确答案。最后幼稚的雪霸突然发难，表明小雪心中一直挂念他的初恋青梅竹马的阿贵。尽管小雪一次次解释阿贵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黑川心里还是有点在意。就在此时，喝得烂醉的大师突然冲上来，要求小雪反过来回答关于黑川的问题。起初小雪就像黑川一样，每题都能答对，可当大师问黑川脸上的痣在哪儿时，小雪却沉默了。虽然小雪隐约能看到黑川的脸，一直看不清小痣在哪里。醉醺醺的大师继续高喊：谁在黑川脸上留下了疤痕？是我！屋内气氛瞬间冰点。原来黑川和大师在中学时有过一次冲突，大师不小心在黑川脸上留下了那道疤。从那以后，大师一直对黑川感到愧疚，不断找借口来看他。今晚借着酒劲，大师眼含泪水，终于对黑川吐露了心中多年隐瞒的话：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希望你能过得幸福。画面一转，喝醉的大师在小泉的膝盖上睡着了，黑川和小雪负责善后工作。洗碗时，黑川把小雪的手放在自己的痣上，即使早已知道她的位置，弱势的小雪依然看不清黑川的脸，只能无奈的苦笑。酒量差劲的黑川无意中喝光了桌上剩余的酒，立刻倒地不省人事。小雪和小泉实在没办法，只好让已经醒酒的大师送黑川回家。大师送完黑川后，又返回小雪家取落下的钥匙。这时小泉终于有机会和大师单独相处了。今晚他看到了平时成熟稳重的大师，露出像孩子一样的可爱，终于按捺不住心情向他表白。但大师毫不犹豫拒绝了他，并坦言自己喜欢男人。小泉万万没想到自己竟输在性别上，一时间愣在原地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师又在健身房遇见小泉。小泉对大师说，既然他没法变成男人，也难以放下对大师的情感，只能把大师当作遥不可及的偶像，甘心情愿成为他未来 CP 粉的头头。大师虽然不懂小泉说的什么，但他很开心，他没有因为被拒而疏远。与此同时，雪爸把黑川和小雪叫到自己的摄影工作室。小雪一进门就看到放大了的黑川睡脸，有了这张超清晰的大照片，小雪即使是弱视也能看清黑川脸上的痣。原来昨晚雪爸偷听到黑川和小雪的谈话，担心女儿会自卑，想出了这个办法鼓励她。接着雪爸为小雪和黑川拍了一组情侣照，他相信科技进步，总有一天小雪能亲眼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。周一早上，黑川照常送小雪去盲人学校，但在门口被一个陌生男人拦住了。小雪一听到他的声音，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，竟然是小雪的初恋。阿贵现在已经成了一名专为残障人士服务的职业规划师，这次特地来盲校为学生们做职业规划。黑川眼睁睁看着阿贵和小雪一起进了学校，
第一次感觉到了情敌的危机。下午放学后，小雪和小空带着阿贵一起到咖啡厅休息。虽然小雪和阿贵已经很久没见面，但他们之间隐约的亲密感让黑川心里的警钟大作。幸好小弟们赶紧把黑川介绍成小雪的男友，这才让黑川在阿贵面前有了点存在感。这时咖啡厅老板娘说她想参加周末的集市，请小雪他们去帮忙。热心的阿贵马上表示自己有组织活动的经验，愿意帮老板娘分担一点。在准备材料时，黑川暗中较劲阿贵，可惜他只能煮泡面，根本不是聪明能干的阿贵的对手，在阿贵前输得惨不忍睹。周末来了，阿贵再次展现超凡暖男魅力，把摊位整理得井井有条。有人来捣乱时，阿贵用他亲切的笑容化解了矛盾。和阿贵相处越久，黑川越感到自己处处不如他。细心的小雪察觉到他的落寞，特意在休息时邀他一起散步。他们在一棵华丽的圣诞树前停下，但黑川对圣诞文化一无所知，没法给小雪介绍树上的装饰。这时阿贵笑眯眯地走过来，分享了他在国外听过的圣诞故事。黑川看到小雪脸上满是兴奋，心里醋意翻涌。集市结束后，阿贵私下找到黑川，挑衅宣战。阿贵原本只想远远地看着小雪，但看到小雪的男朋友是不良少年后，他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责任感，郑重地对黑川说：小雪视力退化不是自己导致的，你脸上的疤是自己打架弄的。如果和你在一起，小雪会被别人用有色眼镜看。阿贵的话让黑川哑口无言，只能沮丧地站在那里。另一边，青山在摊位上挑了对圣诞树挂饰，送了一半给自己单恋已久的小空。小空虽有些生气，说着自己不会用情侣挂饰，但还是笑着收下了这份礼物。晚上，小雪和往常一样挽着黑川的胳膊回家，可今天的黑川却和往常不一样，他不再笑着回答各种问题，显得兴致缺缺。为了安慰黑川，小雪提议亲手做热狗给他吃。听到小雪的承诺，黑川立马像孩子得到心爱玩具一样开心起来。小雪跟黑川说，听了阿贵的职业规划演讲后，他想从事餐饮行业，因为他喜欢听到人们吃到美食后的欢呼声。但小雪明白餐饮业对视障人士不太友善，所以很没把握。听到这里，黑川认真地对小雪说，你一定行的，因为你从不向困难低头，你是拿着白手杖勇敢前行的女超人。在黑川的鼓励下，小雪感受到了无穷的勇气。分别后，黑川独自坐在雨中发呆，脑海里不断回想阿贵的话，不禁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于是他将阿贵的话告诉了路过的大师，大师丝毫没有安慰他，反而愤怒地吼道，如果你对小雪的爱就这样算了，那你就赶紧和她分手吧。大师的话震惊了黑川。是啊，他那么喜欢小雪，怎么能轻易放手呢？在后来的约会中，黑川告诉小雪，他打算考驾照，这样就不用看阿贵开车送小雪了。不仅如此，黑川还决定通过努力学习，超越自我，变成比阿贵更厉害、更可靠的人。小雪对黑川热情洋溢的演讲毫无反应，反倒平静地邀请他来家里做客，并兑现之前黑川要亲手做热狗的承诺。随即，小雪温柔地对黑川说，你曾说我是无所不能的女超人，但没有你在身边，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勇敢。我不需要你为我改变任何东西，因为我喜欢的就是现在的你。黑川才恍然大悟，小雪喜欢的并不是那个完美无缺的阿贵，而是他自己。这一刻，他不禁嘴角上扬，露出甜美的笑容。周末时，黑川独自在街上闲逛，听到有人在谈论车站发生的事故，有个拿白手杖的人掉下了站台。黑川担心的是小雪，赶紧打电话确认她是否安全。好在小雪正和小空在咖啡厅聊天，黑川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忽然小空想起，青山说过今天会坐电车去外地学习。此刻车站，一根被折弯的白手杖安静地躺在地上，手杖顶端还挂着与小空成对的圣诞树饰品。小雪和小空得知青山发生了事故，急忙赶到医院了解情况，没想到青山安然无恙，躺在病床上的竟是黑川。原来黑川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，发现阿贵救了差点跌下站台的青山。黑川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
一不小心摔了个狗啃泥。回忆结束，大家都被黑川的笨样逗乐了。黑川想到阿贵那么帅气勇敢，自己却这么笨拙无能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大家离开后，他对留下的小雪郑重地说：“我会努力变得像阿贵一样棒。”小雪笑着说：“她喜欢哪怕冒失的黑川。”在小雪的安慰下，黑川露出大狗狗般阳光的笑容。随后几天，黑川只能拄拐生活，好在他体质强健，1周内奇迹康复。那天下午，小雪和朋友们为他办了个庆祝派对。派对上，大师带来了个好消息：总公司负责人听说黑川工作能力出色，打算提拔他为分店店长。黑川从没想过自己这个曾经的不良少年会有正式工作，开心的几乎要跳起来。然而大师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心凉了，因为总公司给他安排的店面竟在千里之外的鹿儿岛。如果黑川去鹿儿岛工作，他就得和小雪分离。大师很理解黑川的心情，给了他1周时间考虑是否接受这份工作。聚会结束之后，黑川送小雪回家时认真承诺绝不因工作离开他，因为在他心里，小雪比什么都重要。小雪听着黑川的甜蜜告白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害怕自己影响黑川的梦想。隔天一早，阿贵带小雪去一家餐饮公司面试。小雪想找一份烹饪的工作，但负责人只肯安排她做文职。餐饮公司觉得让残障人士使用刀具等危险物品风险太大，小雪在追求烹饪梦想和文职工作间犹豫不决，于是向小空和快餐店店长求助。店长用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一开始也没打算经营快餐店，但试过以后发现这份工作正是他的理想。店长的话让小雪茅塞顿开，与其犹豫不决，不如先勇敢迈步。此时黑川再三犹豫后，最终打电话婉拒了大师的好意。他实在难以想象没有小雪的生活。之后黑川和小雪约会时聊起了2人的选择。黑川决定为了小雪放弃升职，而小雪则决定暂时搁置成为厨师的梦想，先以文员的身份进入阿贵推荐的餐饮公司。虽然2人此时手牵着手甜蜜交谈，心里却都藏着各自的苦恼。黑川想起圣诞集市上阿贵的挑战，不禁感到自卑，觉得自己不如阿贵，没资格再做小雪的男朋友。小雪则认为自己拖累了黑川，使他无法安心去鹿儿岛工作。当天回家后，小雪独自回忆与黑川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一开始她觉得这个坏小子有点怪，但随着关系的加深，小雪发现黑川其实特别单纯，她的心情其实和黑川一样，也舍不得分开。不过总是乐观的小雪很明白，这样下去2人都无法成长。想到这儿，小雪坚定地对自己说，我不能影响黑川的人生。第2天下午，阿贵送小雪回家时，小雪忍不住对温柔的他倾诉了心事。决定入职后，小雪感受到了被社会需要的快乐。她知道黑川内心也很想被需要，所以想放手让黑川追求这种幸福。看着这个总是为他人考虑的善良女孩，阿贵的爱意再也藏不住，冲动地拥抱了小雪并告白。刚好路过的黑川看见了，默默地走开了。下一秒，小雪坚定地推开阿贵，告诉他自己只爱黑川。阿贵知道小雪的决心不会轻易改变，只能无奈接受失败。和阿贵分开后，小雪主动约见黑川，2人沉默地坐在长椅上很久。最终小雪先开口打破了这压抑的气氛，对不起，我们分手吧。黑川的心在这一刻彻底碎了，他以为小雪选择了阿贵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速走。小雪见黑川没追来，忍不住大声哭泣，即便早已做好心理准备，她仍然心痛得喘不过气来。小雪后来从盲校毕业，走进了社会。黑川申请调职去了鹿儿岛，这对曾经恩爱的情侣从此失去了联系。一晃1年过去了，黑川的弟弟阿绿追到了喜欢已久的橙子，2人结了婚。婚礼上，黑川躲在角落，不想被小雪看到，只能远远地看着。黑川上班的公司撤销了鹿儿岛的业务，他从分店店长变成了无业游民。回家后，从咖啡厅老板娘那儿得知，小雪根本没和阿贵交往，跟他分手只是希望他能有出息。黑川感动又惭愧，觉得自己失业没脸见小雪，只能拜托朋友们
帮忙掩护。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黑川一直悄悄跟着小雪上下班，用笨拙的方式保护她。这天下午，黑川跟着小雪进了那家熟悉的快餐店，结果被店长撞见了。小雪这才发现1年不见的恋人如今就在身边。黑川看得出，现在的小雪已经变成了成熟的都市女性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，为了能配得上小雪，必须尽快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晚上，小雪回忆起重逢时黑川问她的那句话：你现在还那么喜欢做饭吗？她很喜欢当前的工作氛围，但这份工作和梦想之间仍有差距。黑川的出现让小雪重燃对烹饪的热情，于是报名了厨艺学校的试听课程。在厨艺学校的每一天，小雪都过得很开心，但她每次使用刀具时都需要旁人看护。即使如此，视力不佳还是导致了她犯错。这时小雪才明白，她不能成为一名独立的厨师，决定放弃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。然而在最后一堂课上，老师笑着对小雪说，前几天学校来了个比她还笨拙的高个子男生，虽然脸上带着疤，有点像不良少年，但对做料理充满了热情。听到这里，小雪脑中闪过一个奇特的念头，难道那高个子男生是黑川吗？下课后，小雪主动联系了黑川见面，黑川却带她来到一辆餐车前。他坚定地对小雪说，我的梦想就是实现你的梦想，愿意和我一起努力吗？原来这是黑川努力找出的答案。他没有别人的伟大志向，只想成为小雪的眼睛，一起开这辆餐车环游世界，把小雪做的美食带给大家。听到这里，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与黑川一起做饭的画面。小雪笑着说，我也想和你在一起，让我们一起实现梦想吧。话音刚落，黑川泪流满面地把小雪紧紧抱在怀里。这对有些笨拙的情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画面一转，小雪成了厨艺学校的正式学生。开学第一天，她笑脸相迎地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雪，视力有点障碍，但能感知些光和颜色。这一刻，她和以前盲笑的自己彻底不同，不再因视力不好自卑，因为黑川的目光让她的世界更大。从此以后，不良少年和拿白手杖的女孩将继续奇妙化学反应，一直美好甜蜜地延续下去。全剧终。故事最后，黑川和小雪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追梦之路。看到他们相拥的瞬间，忍不住露出姨母笑。在这部剧里，黑川没有目标，小雪的梦想也无法独立实现。他们的合作就像两枚有缺口的齿轮，完美契合，发挥出了非凡的效果。你的身边有没有像黑川这样的人，在你追梦的路上给了你很大的帮助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